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affeine Talk 的第3期。前2天我突然想到今年初的话，我已经整整吃素10年了。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吃素10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吧。Caffeine Talk。今天还是打了一杯热美式。首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开始吃素。10年前那个时候还没上大学，最开始就是在网上随便刷到了一些关于动物们的很残忍的一些报道吧。当时那一下就有点心里特别不舒服，真的是那一瞬间非常心血来潮的决定，就说我明天开始就要不吃肉了。没想到这一坚持到现在就已经是10年了。其实归根结底呢，我觉得不是自夸哈，我有的时候就会想，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我一定要说我自认为比较特别的一点的话，可能在我的性格里面感受能力比较强吧。学音乐的时候也好，还是日常生活中也好，每听一段音乐我都会有非常强的感受，我不用去联想任何的故事，或者是需要有共鸣，可能一段非常感人的音乐真的就会让我流泪的那一种。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音乐让我形成了这样子的性格，还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感受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当我决定吃素的时候，我是因为真的强烈的感受到动物其实和我们一样是一条生命，他们也是有父母，也是有孩子，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当我把一个个我要吃进去的肉想成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和动物的时候，我就是从心里面会不忍心。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吃肉的人都不善良，每个人都应该去吃素什么的。事实上我在这10年里，我从来都没有说服过任何一个人应该去吃素，不应该吃肉。我从心里就没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我只是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某一瞬间开始会特别的难受。可能当我知道什么是对家人的爱，当我知道很多感情的宝贵性了之后，我会自己臆想出很多动物身上也会发生的一些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么非常简单的想法和感受，一直支撑到我现在10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也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最开始是吃全素的，任何的海鲜、红肉、白肉都不吃的，但是我不是 vegan， 所以我会吃蛋奶这些东西。在我全素了几年之后吧，我发现吃素这件事情有一点开始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了。那时候在韩国餐厅打工，老板会包我们的员工餐，就是那种大锅饭嘛，做完了大家所有的员工一起吃的那种。他就说我不可能为了你单独做一份出来，他就说你至少吃一点海鲜，这样我也好做员工菜。再有就是出去社交，平常吃饭的时候，朋友们也会很顾及我嘛，就会为了我多点几道素菜，他们也没有办法吃到他们想吃的东西，我会觉得非常的抱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退一步，出去在外面吃的话，就跟朋友们也都说我可以吃一些海鲜，这样双方就都没有不方便嘛。但其实我本身是非常不喜欢吃海鲜的一个人，我觉得海鲜的味道有点腥，所以我到现在也是出去吃的话，偶尔会点一点海鲜，但在家里面我很少吃海鲜。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觉得你这不就自我矛盾吗？前面刚刚说觉得哎呀对动物有点不忍心怎么样，后面又说那这些海鲜就不是动物了吗？开始在自圆其说。但是还是我想说的，我吃素这件事情完完全是让我心里面舒服。我觉得我去吃肉的时候我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也要去平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如果对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那我心里面也会不舒服。那我权衡之后做出来的决定就是我出去吃的时候可以吃一点海鲜，因为它是我平衡之后做过的决定，我又不觉得在外面偶尔吃1-2次海鲜会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make sense， 但至少是我这10年吃素以来我自己寻找到的一个比较舒服的、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那我这吃素10年来的一些具体感受呢，先说好处吧。虽然我不是为了身体健康而去吃素的，但确实它在健康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益处。比如说我每一年的体检，内脏脂肪以及胆固醇的指数都非常的低。还有就是自从我吃素以来，我就会觉得从这儿到我的肚子整个上半身吧，就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我不会觉得它有油腻啊、不舒服啊，每天都会觉得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干净，就这种感受实在是太好了。还有一个我觉得额外的好处就是点餐真的非常的方便，在点菜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选择恐惧症，直接就奔向那个 vegetarian option， 在那里面选一个就好了。尤其刚来美国的时候看那些菜单也都看不太懂，一个个去查还蛮浪费时间的。那目前为止感受到过的坏处呢，其实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很多人会劝我说，哎，你这样会不会蛋白质摄入太少？但其实讲心里话，没有。其实很多成年人你去看他们的健康报告的话，一个人蛋白质摄入过少的情况其实是很少出现的。大部分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太会有蛋白质不够的情况，除非你真的是要去训练啊，然后什么健美啊这些。而且即使是吃素，也有很多蛋白质的选择。我在网上也找了这样子的素食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表格，也可以给想要吃素的人一个参考吧。如果一定要说一些坏
坏处的话，这10年来偶尔吧，会真的有一点点的馋，比如说那种韩国炸鸡啊，还有韩式烤肉啊。我想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也是因为，就像我说的，这是因为我舒服，让我心里好受，所以我选择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谁要逼迫我，或者是我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身体健康或者是宗教任何一个目的而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吃素这件事情上，我可以说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挑战。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接下来我应该也会继续吃素，除非某一天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动物不再有那一种特别的共鸣之情了，也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就开荤了，就像我非常心血来潮的开始吃素一样。那最后呢，分享一些我吃素的建议吧。如果你最近也在考虑吃素这件事情的话，首先第一就是不需要一下子就给自己定的特别的严格，可以先1周1次到2次这样子的间隙开始，让自己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周中的几天呢，也可以用 cleanse juice 来代替普通的饭菜。我喝过几次这种排毒果汁，整体感受还不错，味道也不错，整个效果我也很满意，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那对吃素还有抱有好奇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看一些关于吃素的纪录片。对于这些纪录片呢，我只能说带有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它。我觉得大部分关于吃素的纪录片可能讲的有一些太武断了，甚至有一些就一味的说吃素就是最好的，人类都应该吃素，不应该吃肉，会产生一点质疑，但是确实会增加我对吃素的一些知识。以上差不多就是我吃素的故事了。今天这个视频也算是为了纪念我吃素10年，给自己的一个小小奖励吧。虽然对于我来说没有说很大的挑战，但至少我很庆幸10年来我有些想法是没有改变的。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长辈们和我说，你现在还小，以后你的想法会改变。真的有很多事情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使我长大了，有些想法我还是没有改变。每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长大真好，我终于可以对小的时候讲这些话的长辈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看我没有变啊。吃素这件事情不存在任何的这种怄气的成分，我只是说对自己也有一点点欣慰吧。那今天的 Caffeinated Talk 第3期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期 Caffeinated Talk 争取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有意思更有用的故事分享吧，拜拜。